廣東人嘅餐台點可以冇湯㗎？呢排嘅天氣咁鬼熱，同大家分享個非常之適合夏天飲嘅生滾湯，呢個就係絲瓜瘦肉湯啦。咁樣滾出嚟嘅湯，嗰個湯色係非常之濃郁嘅，飲起身特別之鮮甜。在炎熱的夏天裡，喝起來真的是超級的舒服又解暑。最重要的是操作起來特別簡單，相信你看完以後也能輕鬆學會。好了，接下來跟着我的視頻一起來看一下吧。首先我們要準備2條新鮮一點的嫩一點的絲瓜。我們在選購的過程中，怎樣去判斷絲瓜的老嫩呢？用手輕輕的捏一下絲瓜的尾部，比較 Q 彈軟一點的，那就代表比較嫩的。如果捏下去中間的明顯感覺到比較硬的，那就代表絲瓜已經長出絲瓜籽了，這樣的絲瓜就代表着已經長老了。接下來我們先把絲瓜處理一下，用削皮刀先把絲瓜的稜角消除乾淨。在我們這裡，絲瓜是不用全部去皮的，只需要把稜角消除乾淨就可以了。在夏天，絲瓜是一種非常常見的食材，它具有清熱解暑的作用，不管是炒着吃還是煮湯都是非常不錯的。我們將絲瓜打去稜角以後，大概成視頻中這樣子就可以了。打去稜角以後，接下來我們再把絲瓜給它清洗一下，用自來水給它不停的搓洗，把絲瓜上面的髒東西還有泥巴清洗乾淨。把絲瓜清洗乾淨以後，接着控乾水分撈出來，下一步放在案板上，先把它的頭尾切下來，去掉不要。緊接着我們再把絲瓜給它分切一下，給它改刀切成滾刀塊。煮湯的絲瓜不用切得太大塊，給它切小一點就可以了。而且在切分的過程中，我們盡量的把它切得均勻大小一點，這樣的話才能保證絲瓜可以均勻的受熱和成熟。將絲瓜全部改刀切好後，我們先給它裝在盤裡面備用。緊接着我們再準備生薑1小塊，少許就可以了，然後用刀給它改刀切成小片。最後再準備蔥白少許，同樣的給它改刀切小，把它改刀切成小蔥花。切好後先給它裝起來備用。緊接着再準備豬的瘦肉1小塊，我們將瘦肉清洗乾淨以後，再將它改刀切成薄片。在煮湯的時候，添加少許的瘦肉片，可以讓湯水喝起來更加的鮮美，而且也更加的有營養。將瘦肉片全部改刀切好後，給它裝在大一點的碗中。下一步將它簡單的醃製一下，我們只需要往裡面添加少許的食鹽，還有一點點的雞精提鮮，最後再往裡面添加少許的紅薯澱粉或者是玉米澱粉。添加少許的澱粉可以讓瘦肉片吃起來更加的滑嫩，也更加的好吃。調味過後再用手給它抓拌一下，將調料給它充分的抓拌均勻。抓勻後，接着再往裡面添加少許的花生油，然後再繼續的用手抓拌幾下，給它抓拌均勻就可以了。就這樣，這個瘦肉片已經是醃製好了。接着先給它放開一旁備用。下一步再準備一個小碗，小碗中打入3個新鮮的雞蛋，然後再用筷子將它快速的攪拌一下，把雞蛋給它徹底的打散。把雞蛋充分的打散後，先給它放開一旁備用。好了，下一步我們開始正式的烹飪。首先鍋中添加少許的油，油熱以後再把雞蛋液給它倒進鍋裡面，給它小火煎製一下。用鍋鏟給它同一方向輕輕的攪動一下，讓雞蛋液可以充分的受熱和凝固。等到雞蛋凝固以後，再輕輕的晃動一下鐵鍋，可以讓雞蛋可以均勻的接觸到底火，從而均勻的受熱。把雞蛋小火慢煎至金黃色以後，接着給它翻個面，把另外一面也煎香，這樣煎出來雞蛋就會特別的香，而且待會煮湯也會特別的湯色濃白。我們將雞蛋給它小火慢煎至兩面金黃焦香以後，先給它倒出來，
然后再用菜刀把鸡蛋饼给它分切成小块。把鸡蛋全部给刀切成小块以后，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下一步，锅中留少许的底油，然后再下切好的姜蒜，开小火给它翻炒一下，把姜蒜炒香，给它爆出香味。炒香以后，再把煎过的鸡蛋重新的回锅，然后再沿着锅边来上少许的米酒，去腥增香。接下来下一步，往里面添加满开水，注意一定要用开水，用开水煮出来的汤，汤色会更加的浓白。我们开大火把汤水重新烧开以后，接着再扣上盖子，给它大火烧10分钟左右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用大火给它煮10分钟以后，我们再打开盖子来看一下。现在可以看得到里面的汤水已经变得非常的浓白了，这样子煮出来的汤，它喝起来就会特别的鲜美。接下来，我们再将切好的丝瓜添加到汤水里面，然后再用勺子给它轻轻的搅动一下，让丝瓜可以均匀的受热和成熟。下一步，我们开始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少许的鸡精，其他的调料就不用放了，只需要简单的调味就已经足够的鲜美了。经过调味以后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腌制好的肉片给它放到汤水里面了。用手将肉片给它一片片的分散的放进汤水里面，将瘦肉片全部下锅以后，不要立刻的翻动它，避免造成脱粉。等到表面的淀粉开始凝固以后，接着再用勺子给它轻轻的搅动一下，给它搅拌均匀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不易，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觉得我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着屏幕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长期来的支持和鼓励，感谢您。我们将瘦肉片下锅以后就不需要煮得太久了，大概再煮1-2分钟左右，将肉片煮熟就可以了。就这样，一道非常鲜美的丝瓜瘦肉煎蛋汤就已经制作完成了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汤，汤色浓郁奶白，喝起来特别的鲜美可口。在广东炎热的夏天里，喝上一口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又解渴。如果您也喜欢这个汤水的话，那么不妨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